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。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南元塑胶，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第一点，南元塑胶 BP Plastic Holding Berhad， 简称 BP Plus， 成立于2004年3月，在2005年2月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，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塑胶产品生产和贸易商，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，包括亚洲、大洋洲、中东、欧洲和北美地区。BP Plus 旗下有3间全资子公司 ，BP Plastics、BP Packaging 和 BP Plantation。不过BP Plantation 是处于休眠状态的。目前 BP Plus 拥有接近4亿令吉的市值，在大马交易所工业板块中的包装材料部位于第7名。第二点。BP Plus 的业务主要分为2个部门，那就是生产和制造拉伸膜和工业吹膜。拉伸膜是一种高度可拉伸的塑料薄膜，拥有高透明度和高光泽，厚度均匀，制造成本低，还有对水分和气体阻隔效果好。拉伸膜主要用于包裹产品，并保持被包裹物品的紧密结合，例如用在托盘包装，可以保持托盘货物的坚固，从而提高仓储和物流效率和安全性。同时也用于捆绑较小的物品，主要品牌包括 Infinity、Priority 和 RS。工业吹膜主要是采用吹膜加工后的收缩膜来包裹产品。这种塑料膜的特点就是抗撕裂、高承载力和高抗刺穿力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汽水和矿泉水包装。除此之外，这种用收缩膜的包装方式也适用于包装重型产品，如瓷砖、水泥和砖块。第3点。BP Plus 的最初期是在1990年成立的，当时的名称是叫做 Lam Nguyen Plastic Industries， 由3位创办人 Lim Chun Yew、Tan Si Kim 和 Hei Siu Ho 共同创立的一间合伙公司。当时的服务主要是为柔佛州Batu Pahat的服装和纺织厂提供塑胶袋。1991年 Lam Nguyen Plastic Industries 通过利用各种政府激励措施，例如再投资津贴等措施，趁机扩大了业务范围，并在同年的7月份成立了 BP Plastic Sdn Bhd 来接管 Lam Nguyen Plastic Industries 的业务。后来由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出口导向型业务的推动，市场对包装材料的需求量大增。BP Plastic 在2000年时开始扩大和投资以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塑料薄膜加工设备，以生产高质量的托盘拉伸薄膜。就这样 ，BP Plastic 通过这种商业策略，成功抓住了亚太地区的快速增长，同时也让公司进入其他市场，如日本和其他远东国家，包括澳大拉西亚、东盟和印度次大陆等区域。第4点。BP Plastic 没有单一大客户，可以避免太过于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。根据 M Plus Online 在2021年7月给出的一份分析报告 ，BP Plus 在截至2020年，已经在全球超过54个国家建立了超过680间公司的客户群。而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也可以看到，公司的客户群当中没有一个是贡献超过营业额的18%，只不过这些客户大部分来自于亚洲国家，占了营业额的62%，其次就是我国马来西亚，占据26%的营业额，剩余的12%来自于其他国家。顺带一提，这些客户群所拖欠的应收账款有高达5600万令吉，但是有96%左右是逾期不超过30天的，也就是说这些客户们都拥有很不错的信用评分。第5点。BP Plus 的收入会受到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。没错，这是因为 BP Plus 制造塑料薄膜需要用到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这种原材料，是一种无毒、无味、无臭的乳白色颗粒，俗称为树脂。而树脂这种化学物品就是由石油提炼形成的。所以虽然说公司的收入不会直接受到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，但是间接上还是会受到影响的。现在我们看看国际原油和树脂的价格对比图，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是有连接性的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市场对塑料包装产品的强劲需求 ，BP Plus 还是可以通过提高平均销售价，将树脂成本的上涨转嫁给客户的。第6点。BP Plus 的股价在2021年12月一夜之间暴跌了30%以上。
这是因为公司派发红股和凭单导致的啦，这点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任何的企业活动，比如派发股息、派发红股、发行附加股或拆股等等，都是会影响到股价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下 BP Plus 历年来的股价，可以发现长期来看是在增长的，不过期间会有中短期的跌幅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忍耐力才可以撑得过去。以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应该是进入调整期了。至于要维持到什么时候才恢复涨势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第7点 ，BP Plus 是一间家族企业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3位创办人都是不同姓的，但是其实 Lim Junyu 和 Dan Si Kim 是黑修后的 brother-in-law， 不过没有说明是姐夫还是妹夫。我们再看看公司的主要股东持股比例，公司的最大股东是 LG Capital Sdn Bhd， 持有着 BP Plus 43% 以上的股权。LG Capital Sdn Bhd 也是由3位创办人联合创办，每人约1/3的股权，而3位创办人也分别直接持有着 BP Plus 约7到9%的股权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掌控着 69.75% 的股权。第8点 ，BP Plus 最新的业绩是比预期来的逊色的。从公司2022财政年的首季季度报表可以看到，营业额上升了大约31%，但是经营利却下滑了22%左右。营业额上升的原因是因为产品的需求强劲而销售价格上涨所致。不过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的树脂价格上涨，从而使到生产成本上升，所以经营利下滑了不少。虽然如此 ，BP Plus 近期投资的第9台拉盛模新机已经在2021年12月开始运作，第10台拉盛模新机也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完成安装，到时公司的拉盛模产量将会增加不少。而且随着产能的扩张，公司目前也正在建设新的33 kVA 变电站及其基础设施，将增加制造工厂的电力供应能力，可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。第9点 ，BP Plus 是一间净现金公司。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可以看到，公司目前掌控着的短期投资、定期存款以及现金和银行余额，一共高达6000万令吉左右，而债务是完全没有的。其实公司之前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过贷款的，只不过公司将财务管理得相当不错，贷款额没有一次是超过手中的现金的。所以说公司自上市以来就一直都是一间净现金公司。还有刚才不是提到过，公司近期有购置2台拉盛模新机以及建设这变电站吗？这些都是公司以自己手中的现金来付款的。毕竟公司近7年来可是没有过1分钱的贷款，这也证明公司的理财能力是非常高明的，以至于能够自给自足了这么多年。第10点 ，BP Plus 是一间很喜欢派股息的公司。从公司近10年来的派息记录来看，公司每一年最少都会派发2次股息，最多可以到每一季度都派1次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方和爱戴股东的公司。而且公司派发的股息也不算少的，每一年都差不多有经营利的50%左右，最少也不会少过经营利的40%。因为这是公司在2016年公布的股息政策，所以股东们也不用担心会有拿不到股息的一天，除非公司那个季度亏损了，那就另当别论。话说公司今年7月又来派股息了，各位股东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以上就是关于 BP Plus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